Hot Toys 的合金压铸马克85绝对是一款争议颇多的产品，其中引发玩家最大不满的原因就是真人头雕货不对版的问题。当然 HT 的管理层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表示会在后续的大货产品中更换掉这颗完全不像的真人头。于是在差不多又等了半年之后呢，我们终于是等来了马克85的大货版本。那么大货版的马克85和当初的快货相比，除了头雕之外，是否还会有别的不同？另外，新头雕的素质是否能对得起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呢？废话少说，让今天的开箱测评给你答案吧。首先在最外侧的牛皮纸箱方面呢，图案的印刷都差不多，不过大货版的牛皮纸箱颜色要比当初的快货更浅一点。当然比较这种区别实在是没啥意义哈，所以我们还是赶快将包装盒取出来吧，我才不会告诉你我这里是在水市场的。言归正传，里面的彩色包装盒部分呢，二者肉眼观察也看不出任何区别，就算是头雕换过了，但是背面的工作人员名单上头雕师依然是同一个人。另外，这个头雕师与之前量子战役托尼以及马克50上的头雕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难道本次的真人头雕是全新制作的吗？别急，往后看你就明白了哈。拆开包装后呢，可以发现内包的设计也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先将主体取出，然后来看看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变化。首先，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能分得清画面中的两个马克85哪个是快货，哪个是大货吗？左边打1，右边打2，将你心目中的答案打在弹幕或评论区吧。实际上可以发现，二者在主体部分的模具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所以一眼看上去真的很难分辨出它们具体的版本。那我也是为了防止把它们弄混，大货版本的角膜呢，我故意没撕以示区别。那看到这呢，相信你也发现了，快货和大货的主体模具完全一样，毕竟重新开模的成本很高，所以本体未做任何修改也在意料之中。不过这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当初马克85主体造型上的那些缺憾，比如过平的斜方肌、腋下造型的空洞，还有胯关节的破绽之类的问题，在这次的大货版本上都没能得到任何的改进，这一点呢确实让人比较失望。不过造型虽然一致但是涂装方面呢，二者的发色还是有着些许不同的。比如金色部分，大货版的饱和度会略高一丢丢，还有小腿肚下方的银灰色涂装，大货的发色呢也会比快货要略浅一点，但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包括身上的战损旧化涂装，如果仔细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就连掉漆位置的形状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现在你懂了吧？有时候你手上 HT 的涂装中奖问题呢，还真不能全怪工厂大妈。那其他配件方面，无论是替换的造型手还是纳米无线手套，包括背部的菊花6爪炮以及支架地台，其实仔细对比的话，大货与快货之间的区别呢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就不多废话，直接进入本期视频的正片环节，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部分，真人头雕的对比拿出来比较一下就能发现，这个部分确实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了。左边打1，右边打2，你更喜欢哪个头雕呢？在弹幕或评论区发表出你的观点吧。话说，即便用脚去想，应该也是打1的人最多哈。毕竟当初快货的这颗真人头雕，不能说与托尼本身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无关系那么将大货版的马克85的这颗新头雕换上去之后呢，整体看起来就顺眼多了，有没有？但相信看到这里，聪明的你肯定会发问：大货版的真人头雕不就是以前的祖传头吗？兄弟，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的观点对也不对。我们与之前马克50以及量子战役版的真人头雕对比下，就可以发现面雕部分的造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头发部分这款大货版马克85的头雕则是没有沿用之前的零部件，是完全新规的造型。考虑到在剧中托尼的发型的确与前几部电影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能重新开模制作，也算是厂商有点诚意吧。话说之前在量子战役那期测评里，我曾大言不惭地说马克85的新头雕就是量子战役这颗头现在看起来是被无情打脸了那么一番对比后，其实结论也很明显了，除了主体涂装发色的细微不同之外，大货版马克85与快货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只有真人头雕了。而且这个真人头雕呢，也并非完全新规的零件，只是在之前祖传头的基础之上修改了头发造型所得来的产物。所以相信不少玩家应该还是会有点失望吧，毕竟只是换个头，却多等了半年，的确让人不爽。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如果大货版的素质依然无法满足你的预期，那不买就可以了。而如果你觉得本片的表现在接受范围之内，那找一个价格合适的现货入手收藏也是 OK 的。毕竟马克85在2级市场的价格早已破发，
现在吃线的话呢，其实是比当初预定要划算的。另外，我也由衷的希望 HT 能吸取教训，以后都不要再发生像马克85这样的闹剧了。同时，战损85，麻烦上点心哈，千万别再做梦了。那么你对于这次大货版马克85的表现持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探讨一下。OK，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记得点赞支持一波，同时也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